学校过年放假回家，舅妈让我把高铁票退掉，搭舅舅的顺风车，说现在钱难赚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而且更快。我信了，跟他们一起在高速堵了18个小时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还没下车，舅妈张口问我要1000块钱，我愣住了。舅妈不是说好的顺我一程吗？舅妈一脸的理所当然，是顺你一程，可没说不收钱啊！你看这一路上油钱、过路费，哪都是钱。堵在服务区的时候，我还请你吃了一根炸串呢，只收你1000块，够便宜的了。我差点气笑了，高铁票只要200多，就算加上2次打车钱，也绝对到不了300，我只能掏了1000块，车门锁这才打开。回到家，我越想越气，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。外婆，今年过年我可能不回去看你们了。外婆听到后很诧异，怎么了，毕凡？出什么事了？怎么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？我鼻尖一酸，强忍着委屈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。没什么，外婆，就是最近手头紧，没钱给你们买新年礼物了，不好意思空着手回去。胡说八道！外婆立刻打断我，你回来就是最好的礼物，谁要你买什么东西了？跟外婆说实话，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？在外婆一声紧过一声的追问下，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随即传来外婆带着怒意的声音：反了天了，这2个混账东西！立刻又放柔了声音安慰我：毕凡，别难过，这事外婆知道了，你放心，这1000块外婆肯定帮你讨回来。挂了外婆的电话，我心里堵着的那口气稍微顺了一些，拖着行李箱回到家，爸妈早就等在门口，见到我高兴得不得了。宝贝，坐这么久的车累坏了吧？你舅舅也真是的，非要你搭车，高铁多快的。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妈，累倒是不累，就是有点肉疼。肉疼？他们愣住了，对视一眼。我妈关切地问：怎么了？晕车难受还是哪里不舒服？我摇摇头，看着他们，轻声说：下车时舅妈开口要我1000块钱车费，我今年团的奖学金差不多全给她了。什么？我爸眉头紧紧皱起，1000块搭个顺风车而已，你舅舅他这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妈的脸沉了下来。你舅舅应该干不出这种事，肯定是那个女人。她转向我爸：老公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张丽当初嫁过来的时候，眼睛里就只认得钱，亲戚间顺路带一程的事都能算计到孩子头上，真有她的。我爸还是觉得难以置信，但语气里也带了火气。就算真是他主意，你弟弟也不能跟着胡闹啊！毕凡可是他亲外甥，太不像话了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越说越气。不行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孩子老实吗？毕凡辛苦读书得的奖学金是让他这么糟蹋的。我爸点头，脸色严肃。对，必须问清楚，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是道理不对。要是开了这个头，以后亲戚间还怎么相处？两人很快达成一致。我妈拿出手机拨通了舅舅的电话：喂，弟弟啊，晚上有空吗？咱们好久没聚了，一起吃个便饭吧。我听到舅舅的声音传出来：姐，今天怕是不行，年底了，事太多，挺忙的。我爸接过手机：再忙饭总要吃嘛，别推了，包厢都订好了。君悦国际，听说他们的招牌菜不错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听到5星级酒店的名字，电话那头的舅舅停顿了不到2秒，声音立刻变得爽快起来：啊，君悦啊，姐夫你看你们太客气了。那行，那我安排一下时间，晚上一定到。晚上7点，华灯初上，我们到了一会儿，舅舅一家就来了。舅妈今天显然精心打扮过，拎着全新的包包，一进门眼睛就飞快地打量了一圈包厢，脸上堆起灿烂的笑容。哎呀，姐姐姐夫，你们也太破费了，这地方真气派。酒过3巡，包厢里气氛似乎还算热络。舅舅几杯酒下肚，话也多了些，开始感慨：姐夫，今年这生意是真不好做，开销大，挣得少，就说出趟门吧，油费、过路费样样都涨。我爸点点头，很自然地接过话头：是啊，现在出行成本是高，所以年轻人都喜欢坐高铁，又快又稳，算下来有时候比自己开车还划算。像毕凡，他从学校回来，高铁票才200多，就算加上从家到车站2头打车的钱，满打满算也就300块顶天了，省心啊。舅舅脸上的笑容变得有些勉强。是啊，高铁是方便。舅妈在桌子下面轻轻碰了舅舅一下，然后笑着接口：姐夫说的是，不过自己开车嘛，终归方便点，东西随便带，时间也自由。就是赶上过年，路上容易受罪。你们是不知道，我们这次回来堵了整整18个小时，人在车上都快散架了，可不是吗？我妈放下汤匙，声音平稳，目光却看向舅妈：毕凡都跟我说了，堵得很厉害，辛苦你们了。尤其是堵在服务区的时候，人生地不熟，东西也贵。哦，对了，毕凡说你还请他吃了一根炸串，这孩子真是的，怎么能让舅妈破费呢？舅妈脸上的笑僵了僵，舅舅连忙说：一根炸串不值什么。是啊，不值什么。我妈点点头，然后像是随口提起：对了，毕凡还说下车的时候你们收了他1000块钱，说是油费和过路费，这我就有点算不过来了。就算堵车很费油，这1000块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舅舅的脸微微涨红，端着酒杯的手有些无措地放下。这个，姐，你听我说，主要是路上开销大，我知道。我爸截住他的话：毕凡一个学生搭你们的顺风车，按说该是他谢谢你们，但这1000块钱是个什么说法？你给我讲讲，我也学习学习。舅妈见舅舅语塞，立刻提高了音量：姐夫，话不能这么说，现在钱多难赚啊！为了帮毕凡省钱，我们特地开车过去接他，难道不用油吗？那么远的路，过路费不是钱吗？车子磨损不是成本吗？大过年的，我们专门绕了路，耽误了时间，这时间不是钱啊！再说了，高速上堵成那样，我们心里不也烦吗？服务区一根炸串确实不值钱，但那也是份心意，不是？我们又不是专门跑黑车的，但这成本总不能让我们自己全贴了吧？1000块，说实话，也就是个辛苦钱，根本就没多要。他语速又快又急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下一秒，我开口戳穿：为了帮我省钱，舅妈，你忘了是你非要我退掉
掉高铁票的。你说高铁贵，坐舅舅的车又快又省钱，我这才信的。舅妈的脸刷得白了，眼神慌乱地瞟向舅舅。舅舅低下头，盯着眼前的骨碟，一言不发。至于油钱和过路费，我继续说，我查过导航，从学校到我家，在不堵车的情况下，油费加过路费最多500块。而且如果不是你半路非要下高速去买那个商场打折的包包，我们根本不会正好赶上后面那段路的连环车祸，也就不会在高速上堵足18个小时。你小孩子家胡说什么？舅妈像被踩了尾巴的猫，手指几乎要戳到我脸上。根本没有的事，我什么时候让你退票了？你这是污蔑！她转向我爸妈，脸上挤出委屈的表情。姐夫，你们看看这孩子怎么能这么编排长辈？我们好心好意带他，倒带出仇来了。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们不能也跟着瞎起哄啊！我爸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，我妈紧抿着嘴唇，胸口微微起伏。我看着舅妈那张因激动而有些扭曲的脸，不再犹豫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指尖在屏幕上点了几下，转向大家按下了播放键。哎呀，毕凡，退了吧！高铁票多贵啊！现在钱多难赚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跟你舅舅车回来，也就一脚油门的事儿，比高铁快多了。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顺带手的事儿，你等着，我们到了学校门口接你。什么？担心堵车？不会的，我们错峰走，肯定畅通无阻。听舅妈的，退票。录音不长，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舅妈脸上。我爸目光如炬，看向舅舅。李涛，你怎么说？难道这录音也是孩子胡编的？舅舅张了张嘴，脸上红白交错，额角渗出细汗。好，就算这段是孩子没说明白，那后面堵车呢？毕凡说的买包耽误时间，是不是真的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舅妈矢口否认，但眼神闪烁，底气明显不足。他就是瞎猜的，堵车是因为车祸，谁知道那么巧？我平静反驳，是不是瞎猜？或者看看你那个新买的包的小票时间，不就清楚了？舅妈被彻底噎住了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舅舅抬头瞪了我一眼，还有一丝被彻底撕下遮羞布的难堪。我爸指着舅妈，手指因为愤怒而微微发抖。张力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睁着眼睛说下话，算计到孩子头上了。毕凡才多大？他的奖学金是他熬夜苦读，一个字一个字挣来的，你们也好意思伸手？我妈的眼圈也红了，不是伤心，是气的。李涛，我可是你亲姐，从小到大我哪点亏待过你？你上学时家里困难，我打工挣的钱有一半寄给你当生活费。你结婚买房钱不够，是不是我和你姐夫二话不说拿了8万？我们图过你什么？就想着兄弟姊妹间互相有个照应。他吸了口气，又看向舅妈。还有你，张丽，你前几年摔断腿，是谁跑前跑后伺候了你1个月？你妈的手术是谁帮着联系医院垫付医药费，直到医保报销？我们做这些是冲着亲情，从来没想过要你们回报1分1毫。现在倒好，你们的良心让狗吃了。我妈的控诉像一把刀子，舅舅脖子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，不知是羞是怒。舅妈则彻底撕破了脸，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有意思吗？她尖声打断我妈，一码归一码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俗话说得好，亲兄弟还明算账呢。我们开车不用烧油，过路费不是钱，车子磨损不是钱，我们的时间不是钱，凭什么白拉他？1000块怎么了？我们还觉得亏了呢，堵了18个小时，我们受的罪谁不及我们？舅舅也瓮声瓮气的帮腔。姐夫，小丽说话冲了点，但这个理是这么个理。现在经济不好，我们压力也大，毕凡好歹也这么大了，搭这么远车，分担点成本也是应该的。我爸气急反笑，李涛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这叫敲诈，这叫不要脸。顺风车，重点是顺风。孩子事先问过你们，是你们自己上赶着，非要他退票，说顺路不要钱，现在反过来按头收费，还振振有词。你们这脸皮真比城墙拐角还厚。姐夫，你说话放尊重点。舅妈彻底豁出去了，双手叉着腰。什么叫敲诈？我们付出了，收钱天经地义。高铁站到你们家不用打车啊，我们直接把孩子送到家门口，这服务不值钱，别说1000，就是1500。搁外面包车，你看看有没有人了？你们就是看我们好欺负，觉得亲戚就该白占便宜。毕凡白占你们便宜？我妈的声音冷到了极点，真好意思说出口。张丽，我今天才算真正认识你。钱我并不在乎，但毕凡已经给出去的那1000，你们必须1分不少的退回来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道理，是做人的底线。退钱？做梦！给了就是给了，那是车费，凭什么退？钱进了我的口袋，那就是我的，1000块我还嫌少呢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竟用手指着我爸妈的鼻子。就你们家儿子金贵是吧？搭车不想掏钱，白嫖惯了是吧？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这钱我1分都不会吐出来，不光不吐，这顿饭也给你们请。谁让你们订这5星级酒店冲大头呢？活该！他一把抢过桌上那瓶还没喝完的好酒，对着瓶嘴灌了一口，抹抹嘴，笑得越发嚣张。怎么着？不服啊？不服也得忍着。李涛是我男人，就得听我的。你们这些穷讲究亲情的，活该被算计。这世道有钱才是大爷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别想让我把钱还回去。他甚至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嘴里还哼起了小调。就在我爸我妈浑身颤抖，气得说不出话来时，只听咔的一声气，包厢门被人从外边推开了，外公外婆走了进来。两人眼神扫过包厢，最后落在舅舅和舅妈身上。舅舅像被针扎了似的，差点从椅子上弹起来，脸色瞬间白了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妈连忙起身迎上去，我轻声承认：妈，是我打的电话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我身上。舅舅转头瞪向我，眼睛里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，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。是我叫外婆外公来的，因为我见过舅妈跟卖菜的小贩为了2毛钱吵到整条街都听见。我知道他没那么容易讲理，怕你们压不住，所以才……舅舅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，手指着我，气得发抖。你给我闭嘴！外婆一声低喝，瞬间镇住了场面。臭小子，你真长本事！
吃了。舅舅嘴唇如捏了2下，头不由自主地低了下去，抬起头来看着我。外婆的声音陡然拔高，舅舅浑身一颤，勉强抬起眼。我问你，毕凡是你什么人？是外甥。舅舅喉咙发干，原来你还知道他是你外甥。外婆冷笑一声，亲外甥，你姐的亲儿子，可你把他当什么？当冤大头还是肥羊？说好的搭顺风车，却在他下车时狠狠宰上一刀。妈，不是，是我们一路上开销实在太大。舅舅试图辩解，声音越来越小。外婆冷笑，大个屁！毕凡都告诉我了，他查了导航，就那点距离，油费加过路费，满打满算500顶天。你那车是喝金子的，还是你那路是黄金铺的？张口就要他拿1000块。舅舅的脖子都红了，支吾着，堵了18个小时，怠速也烧油，而且什么？要不是因为你老婆半路非要下高速买那个打折的包，会撞上后面的堵车，你真当你妈老糊涂了？真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被个钱眼迷了心窍，连是非黑白都分不清？舅舅被堵得哑口无言，头几乎垂到胸口，外婆却不放过他，语气里的痛心和怒火交织。我从小怎么教你的？做人要讲良心，讲骨气，亲戚之间能帮一把是一把，因为那是情分。你姐以前怎么对你的？你上大学时，她饿着肚子把打工的钱寄给你；你结婚买房时，她和你姐夫掏空家底凑了8万给你。他们图你什么啊？就图你今天算计他们儿子那1000块钱奖学金。妈，那钱是小丽她要。舅舅想把话头往舅妈身上拧，他什么他？别想推卸责任。外婆猛地一拍桌子，张丽是你老婆，她做的事难道你就没责任？你是个男人，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她胡闹你不但不拦着，还跟着一起算计自己外甥，你的良心呢？被狗吃了吗？舅舅被骂得面如土色，额头上冷汗涔涔，只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我爸担心外婆年纪大了气坏身体，劝说道：妈，您消消气。外婆一摆手，目光转向一直缩在椅子里的舅妈。舅妈被这眼神一看，脸上挤出一点僵硬的笑。妈，您听我说，这事儿真不是我们贪毕凡的钱，实在是现在日子难，开销大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开车成本高，您也知道，油钱、路费、车子磨损，哪样不是钱？我们也没有故意要多要，就是算了个成本价。外婆盯着他，1000块的成本价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？你撺掇毕凡退掉200多的高铁票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成本价？等到孩子上了车，堵在路上了，下车了，你伸手要钱了，这时候想起成本了。张丽，你这算盘打得可真精啊，精得让人心寒。舅妈脸上的笑挂不住了。妈，您这话说的，我们怎么就算计了？我们出车出力，收点钱怎么了？300多公里呢，总不能让我们白干活倒贴钱吧？毕凡那么大个人，坐那么远车，分担点费用，难道不是天经地义？外婆没说话，眼神冷得吓人。舅妈被她看得心里发毛，只能蛮横的一扭头。反正钱已经给了，没有退的道理。我们辛苦一路，收钱是应该的。这时，一直沉默的外公拿起靠在桌边的拐杖，舅舅一见，腿肚子明显哆嗦了一下，下意识往后缩。外公没看他，目光落在舅妈脸上。按你说的，出了力就该收钱，天经地义。是吧？舅妈被外公看得有些发毛，但还是硬撑着。是啊，我们可不是做慈善的。好，很好。外公点点头，忽然抡起拐杖，结结实实打在舅舅的后背上。舅舅捂着后背，脸皱成一团。爸，您这是干嘛？我爸吓了一跳，连忙上前想拦，我妈却一把拉住了我爸的胳膊，摇了摇头。老公，你别管，我爸心里有数。李涛从小就是被这拐杖揍明白似的，皮实，这顿打他该受。外公不理旁人的反应，第2下拐杖又落了下去，打在舅舅的小腿肚上。这一下是打你耳根子软，是非不分。外公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。哎呦，爸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。舅舅疼得龇牙咧嘴，一边躲一边求饶。现在知道错了。外公第3下拐杖抽在他的胳膊上。错哪儿了？说。我不该顺着小丽要毕凡的钱，不该算计自家孩子。舅舅带着哭腔喊。还有呢？不该由着小丽瞎胡闹，不该忘了姐和姐夫对我的好。舅舅是真怕了，哪还有半点刚才帮着舅妈狡辩时的样子？舅妈看得脸色煞白，想开口，却被外婆一个眼神瞪了回去。外公停了手，盯着像鹌鹑一样缩着的儿子。钱呢？舅舅捂着疼处，哆嗦着看向舅妈。小丽，快把钱还给毕凡。舅妈看着被打得龇牙咧嘴的丈夫，知道今天这钱无论如何是留不住了。她狠狠剜了我一眼，然后才不情不愿的慢吞吞的数出1000块，几乎是摔着拍在了我面前的桌面上。我没动，外婆伸手拿过那叠钱，然后才拉过我的手，稳稳的放在我手心里。毕凡，拿好了，这是你的钱。她的手干燥而温暖，带着让我安心的力量。外公最后用拐杖点了点地面，缓缓说道：今天这事到此为止，钱还了，打也挨了，但我把话放这儿，臭小子，亲情不是让你们这么糟践的，以后再敢动这些歪心思，算计自家人，别怪我真打断你的腿，都给我记住了。舅舅唯唯诺诺的答应下来，连声说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舅妈阴沉着脸，一声不吭的拽着舅舅胳膊往外走。他们走后，外婆一遍遍抹扫我的手。毕凡不怕，往后再有这种事，一定第一时间告诉外婆，外婆帮你出头，看谁敢欺负你。外公也沉声说，有我们在，还轮不到有些人胡来。我心里暖暖的，但也清楚，以舅妈张丽的脾性，这事绝不算完。转眼到了年初2，我们按惯例去外婆家拜年。我正陪着外婆说话，给她包橘子，闻的一声被大力推开了。舅舅和舅妈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，屋里瞬间安静下来，大家都看向他们。
爸妈，各位叔伯婶子都在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得说个事，咱们家里出贼了。臭小子，你胡说什么？外婆立刻呵斥。妈，我没胡说。舅舅抬高声音，手指猛地指向我。就是他，庄必凡，年前搭我们车回来的时候，偷了我放在车上的一根金条，那是我花了1万块钱买的，准备元宵节送客户。屋里一下炸开了，所有目光齐刷刷聚焦在我身上，惊疑、审视、难以置信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我根本没看见什么金条，也没偷拿。没偷拿。舅妈尖声接话，脸上全是咄咄逼人的愤慨。李涛那金条一直放在副驾前面那个储物柜里，用个黑丝绒盒子装着。这段时间车子除了我们俩，就只搭过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？难道金条自己长翅膀飞了？就是必凡啊，舅舅自问对你不薄，上次车费的事是舅妈糊涂，我也挨了打，认了错。可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那是舅舅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啊！亲戚们的眼神变得复杂起来，看看激动的满脸通红的舅舅舅妈，又看看我，我妈气得浑身发抖。我爸一把将我拉到身后，怒道：李涛、张丽，你们还要不要脸？上次讹钱不成，这次又来污蔑孩子偷东西。姐夫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舅妈理直气壮：一码归一码，上次是我们不对，我们认了。可偷金条是另一回事，那是犯罪，不能因为他是孩子，是你们儿子就包庇他。我妈声音发颤：你拿出证据来，别血口喷人。证据？这还要什么证据？金条没了，就他坐过车，这不是明摆着的吗？必凡，你要是现在承认，把金条拿出来，看在亲戚份上，我们就不报警了。不然的话，我根本没偷，为什么要承认？我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巨大的屈辱和愤怒让我头脑发胀。电光石火间，脑海突然闪过一道灵光。舅舅，你刚才说金条一直放在车上。我吸了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声音不大，却让嘈杂的客厅安静了不少。当然，舅舅斩钉截铁。我又问：确定这段时间就只搭过我一个人？没错。好，我点点头，目光扫过他们俩。你的车不是装了行车记录仪吗？而且我记得是前后双摄，车内也有录音功能。既然你说金条是在车上丢的，又咬定只有我坐过车，那调出行车记录仪的录像看看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？看看从我上车到下车，到底有没有动过你的储物柜，或者看看金条到底是怎么没的。舅舅瞳孔微微放大，张着嘴，一下子没反应过来。舅妈却浑身一震，脸色刷得白了。她猛地转头看向舅舅，带着慌乱：行车记录仪，李涛，你什么时候装的？你那破车不是一直没装吗？他这一问，反倒提醒了舅舅。舅舅先是一愣，随即回过神来：对，行车记录仪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老周不是送了我一个吗？我当时就给装上了。对，装了有段时间了。他越说越快，同时手忙脚乱地去掏手机，录像可以连手机看，我这就调出来。今天非得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证明我没冤枉你。不行！舅妈失声喊道，猛地扑过去想抢舅舅的手机。舅舅怔住，问他怎么了。舅妈语无伦次：李涛，别看了，可能是我记错了，金条说不定落在家里别的地方了。我回去再好好找找，肯定是我放忘了，跟必凡没关系。他这突如其来的激烈反对和前言不搭后语的解释，让在场所有亲戚都皱起了眉头。舅舅此刻却被对我的怨恨冲昏了头脑，根本没细想舅妈反常的原因。他一把推开舅妈，红着眼睛吼道：找什么找？就是他偷的，今天非得在大家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，不然还以为我诬赖好人。他点开手机里连接行车记录仪的，直接拖到了我搭车那天的日期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画面里都没有出现所谓的偷金条情节。舅舅的脸色开始变了，额头上冒出汗珠，手指僵硬的继续往后拖动进度条。就在我下车后不久，录像时间显示是傍晚，车子停在某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场，后车门打开，舅妈带着一个陌生男人坐了进来。这人是谁？有亲戚小声嘀咕。舅舅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，呼吸骤然粗重起来。画面里，舅妈和那男人说说笑笑，姿态亲密。舅舅的拳头捏得咯咯作响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客厅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，所有亲戚都惊呆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那男人的一只手飞快地夹出了一个黑色的丝绒盒子，顺手塞进了自己皮夹克的内袋。真相大白了，但是已经不重要了。张丽一声极其清脆响亮的耳光，舅妈被打得头偏过去，脸上瞬间浮现出清晰的五指印。李涛，你敢打我？贱人，不但偷人，还敢偷老子的金条！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，场面彻底失控。亲戚们这才从巨大的震惊中回过神来，跑去拉架。元宵节没过，舅舅就和舅妈离了婚。消息传来时，我刚踏上回校的高铁，我靠在椅背上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没想到一场顺风车竟扯出这么多是非，最终拆散了一个家。可我知道，两人的结合本就埋着雷，只是借着我的事轰然炸响。暑假结束前的某个午后，舅舅突然加了我微信，转来1000块钱，附言只有2个字：对不起，必凡。这个世界或许复杂，人心或许难测，但我知道，只要自己行得正，走得直，身边总有爱你的家人会为你遮风挡雨。